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要来介绍 PCGS 鉴定公司的各种常见问题及操作。PCGS 是美国著名专门针对硬币进行鉴定、分级、评分的公司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 核。NGC 呢，则是另一家，也叫 N 核。大家可以在任何搜索上打上 PCGS， 会出现中文官方网站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亚洲。如果你是内地啊，就点中国的官网，再点右上角的资源，再选经销商，会出现一个地图，在你的居住地上啊，可以找到当地的经销商，上面有联络资讯。不住在内地的朋友啊，可以点 PCGS 亚洲官方网站，他们的公司设在香港尖沙咀，可以请你们当地的经销商来服务你这一部分哦。将送评的钱币啊，统一由香港办事处寄去美国 PCGS 评级。如果你想啊成为经销商资格啊，需要支付一笔费用，是一年支付的。除非啊你也想加入这门送评事业啊，可以考虑成为送评代理商哦。如果啊你就是不放心邮寄的话，可以关注展会时间表。PCGS 官方啊会不定时的参加各大钱币展销会，你也可以带着你的钱币去参展，找 PCGS 的摊位，把钱币交给他们，这样啊就能省去邮寄的风险。如果活动是现场评级的话，过2-3天就能现场拿回评级好的币。送评需要多长时间啊？时间长短完全不一定。在亚洲地区啊，疫情前是3个月，疫情后是5到6个月。这几年国际的鉴定公司啊，像 PCGS、NGC 都已经在内地设有鉴定点，但也是基于疫情的关系啊，外国鉴定人员无法进来，国内的鉴定师啊人数有限，所以送评时间上也常常会塞车。很多原因啊，造成鉴定周期大塞车啊，像是遇到了拍卖的旺季，通常春秋2季啊，送评时间都比较慢哦，或是当你的订单种类啊越复杂，鉴定时间就越慢。比方啊，一枚大头，一枚传阳，一枚一枚的很多品种，这样鉴定公司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分类上，然后再排队等待评级。如果像同品种啊，比方大头50枚一起送，鉴定费用也会比较便宜，时间也比较快。而且现在的金盾盒啊，鉴定公司还要帮钱币拍照入档，盒子标签还陆续更新，加入了 QR Code、NFC 的芯片技术，所以鉴定过程啊需要久一点。总之啊，送评周期时间都不同，只要寄出后啊有确定鉴定公司安全收到钱币就好，接下来就只能等待了。鉴定费用的问题，鉴定公司的送评费用是依照钱币的行情价格而定的。打比方，普通大头送评费假使是1100台币，但是如果你的大头是 MS63 的级别，那送评费会收取你下一个等级的费用，大概是1800吧。这时啊，如果送评费用勾选1001，钱币评级回来啊，可能会是不入盒，编号87，送评项目错误。有时候啊，鉴定公司会发 email 通知加钱，但是有时候啊不会通知。打比方，今天你送一枚飞龙，或是一枚明显 MS65 以上的钱币啊，送评价格上坚持勾选1100的话，过半年后评回时不会入盒子，还会多一个标签号码87，你还是要重新送评，浪费的都是时间啊。不过如果有一枚币你已经勾选2500元高等级的送评费了，但是啊评级结果要是更好的话，也会发 email 询问加价。通常这样的询问啊，都会是很好的消息哦，代表预估的品项啊，比现实评级的品项要更好一个档次。为何无法辨别真假？代号86的意思是无法判定真假，也就是介于真的与假的之间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钱币呢？有些钱币我们会说大开门真币，或是呢钱币一眼假，但是却有一部分钱币是看不出真的，或是明显确定它是假的。常常发现有一批钱币啊是海底船只打捞上来的银元，它们啊是真的币，压力、齿边各方面都是真的。
但是钱币底板上腐蚀太厉害了，坑洼小洞啊，看起来像翻砂假币一样，或是字面上有太重的残留物。所有鉴定银元真假的部位啊，都被破坏或是腐蚀。这样的钱币啊，其实它是真的，却是无法判定的情况。评级仿冒的 PCGS 盒子去鉴定会怎么样呢？假盒子呢，再次送评的结果啊，将非常不好。这个仿盒对于鉴定公司来说，只是一个亚克力的盒子，并不代表鉴定币。PCGS 有权利将仿盒视为一般的亚克力盒，可破坏或移除，避免下一个受害者上当，所以通常都会钻洞处理。购买鉴定币一定要上官网比对图片不然容易吃亏。如何查找评级数量？每个钱币盒呢，这右边这组认证编号是可以查找你手上的这枚币的资讯。除了官网打上号码查询外，也能透过 QR code 来扫描，或是透过 APP 来感应。而左边这组呢，是这枚币的品种在 PCGS 的编号，可以从这里查询。点进去看啊，可以看到相同品种的钱币在 PCGS 的评级数量，还有价格的指南。这个资讯上啊，有很多参考的指数，有点像股票分析一样，以后我们再来探讨。以上是我们拥有手边的鉴定盒，利用盒上的编号查询的资讯。如果手边没有鉴定盒呢，但我们打比方要查找大清宣统3年1元的评级数量资讯，首先点入上方的数量报告，再选择中国，下方这边有省份，安徽币呢就点安徽。今天要查找大清宣3呢，就点清代，选择面值1元$1，点进去，这里就是钱币的评级数量了。但是啊，没有中文名称，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大清宣31元。先来看年份，宣统3年是1911年，那就是这3个。可是这个 with dot 就是宣3带点版，不熟悉银元版别的谁知道 with dot 是带点的意思啊？建议有玩银元的都可以买一本《林国民图录》，然后翻开大清宣31元，记得要找没带点的这枚，核对一下图片的参考价。这枚呢，图录编号37号，是估价最便宜的这枚，没错。所以 PCGS 官网这个 LM37 正是林国民图录编号37，所有的 LM 都是代表林国民图录的编号。这里啊，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分数共评级几枚。注意这里只有 MS60 到70的数据，你可以试着点击看看上面这些品项分类，都能全面的了解每一个分数的评级数量。上面的这个 K219代表Econ 的这本图录编号，我们翻到最后面的照片，找到219，正是这枚宣21元。LM24 呢，我们就是翻开林国民图录找24号钱币，也正是这枚钱币宣21元。所以大家了解这些代码后啊，就不会因为看到这么多的编号和数字而恐惧它。然后呢 ，PCGS 会提供3枚品相比较好的钱币照片给大家参考。记得点开来之后啊，要点右上角的这个箭头朝下来放大钱币照片。要放大钱币照片呢，就可以再点一下。图片啊，真的很清晰啊，像这一道伤痕藏在这里，都给你拍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多多利用 PCGS 的官网照片以及评级数据来分析钱币哦。很多人留言问我啊，有没有见过大头5年1元、大头6年7年，我都会回啊，在我所学的认知范围内，不知道有这个品种。但其实 PCGS 也没有认可这类钱币。PCGS 数据上大头5年只有出2角1角的面值，建议新手入手购买钱币品种啊，至少要能在 PCGS 的分类中找到哦。网络上有很多假讯息、假消息，我们要学会分辨哦。好的，这次就先介绍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继续鉴定公司更深入的介绍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